老公的白月光成寡妇了，她来我家求我老公收留她，我不同意。谁知当晚她却发来和我老公的亲密视频。后来我心如死灰，决定离婚，可我老公却不肯了。他说要带我去旅游，本以为他是回心转意，结果他却把我从山上推了下去。最后一句话还在说，没关系，就让小枣代替你活着吧。我从万丈高空坠崖身亡，一尸两命。再睁开眼，我重回到他白月光上门求收留的那一天。我笑着对他说，好呀，你进来吧，非常欢迎你，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真情人间。咚咚咚，门外传来一连串的敲门声。我从刚刚的噩梦中惊醒，梦里发生的事情简直让我浑身发软。我梦见张京生带我去旅游，他把我推下去的一瞬间，嘴里还念叨着，去死吧，妍儿，我会让小枣代替你的，你就安心的走吧。我从高空坠落身亡，直到现在，浑身还是充满了窒息感。门外的敲打声越来越强烈，还伴随着一道熟悉的嗓音，张京生，你在家吗？我猛然回过神来，这是陈枣的声音，是我梦里出现最多的声音。陈枣是张京生大学时期的暗恋对象，前世我和张京生刚结婚3个月，陈枣就找上门来，她说她老公出车祸死了，她老公的母亲拿到赔偿金就把她赶了出来。她说那一家人都是冷血动物，他们根本不在乎一个寡妇的死活。她还说她自己的妈妈也不会再养着她，他们还要养着老来得子刚8岁的儿子，可是她一个寡妇还能去呢？她是走投无路才来找的张京生。那个时候的我和张京生正情浓意浓，我还怀着身孕，我怎么会让张京生的白月光住进来？于是我拒绝了他。陈枣只能1步3回头的离开，张京生也不能说什么，毕竟这是我帮他拿全款买下的房子，房产证上还有我一半的名字。他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，可他当晚就出现在了陈枣的床上，还被拍下来送到了我的手机上。张京生的行动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，他一连几个月都对我很冷淡，甚至1个星期都没有回家。我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决心要跟他离婚，可是他却突然不同意了，还像迷途知返一样要求得我的原谅。后来他提出建议说，我们一起去旅游吧。我以为他是彻底的回心转意了，我还想在中途告诉他我们有小宝宝了，可他还没等我告诉他喜讯，就给了我致命一击。他将我从高空推了下去。原来他一直没放下陈枣，他和我重新和好，只是为了让陈枣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。他在将我推下去之前，还告诉了我整件事情全部的真相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和你结婚吗？都是因为你生了一张好脸，这张脸和小枣还相像3分。我没想到我自以为的真爱竟然如此可笑，可他就没打算放过我，继续毫无感情地说道，但我没想到你这脸还有别的用处。他说了让我震惊到恶心反胃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会让小枣代替你活着的，你的身份以后就归小枣了。说完，他就将我推了下去。我的余光还看到了陈枣的身形，真恶心啊！一想到这些往事，我就恨不得把它们碎尸万段。他竟然为了他的白月光，不惜将我亲手杀害，还顺带杀了他的孩子。这样的一尸两命，他就不怕午夜梦回？我们会来找他吗？还有陈枣，我不相信他是无辜的。我从床上下来，看了一眼日期，我确认自己重生了，重生到了陈枣来到我家求收留的那一天。张京生今天刚好出差去了，并不在家。
这正好有利于我的发挥。我看见了桌子上的验孕棒，眼下我刚知道自己怀孕，真是太不巧了。如果我重生在结婚前，哪怕是前一天晚上，我都一定会退婚。毕竟谁想没命啊？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。本来前世都想今晚给张京生一个惊喜的，可他白月光要来住我们家，自然就没有如愿了。但是现在，我自然还是要给他一个惊喜了。毕竟我已经知道了他们是什么货色。我打开房外花园的喷水系统，特意调整了一下喷水距离，一定能淋他一身的。陈早在门外喊道：“张京生，我来找你了，你在家吗？”他被淋了一身，自然是没有耐性了。夏言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快点给我开门，我被你淋湿了。我听见他开始给张京生打电话：“京生，你在忙吗？我在你家门口。”可夏言不给我开门，我还被他淋了一身水，我要感冒了，你能负责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小枣，夏言怎么不会给你开门呢？此时的张京生还不知道陈早已经恢复单身了，但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说：“没事的，小枣，你先别伤心，有什么事等我回来，我在出差，我马上就回去，你等我1个小时。”我想，真是渣男贱女配一对儿，还1个小时，你不把轮胎磨冒烟儿，都对不起你这话。我在家里吃了点东西，一会才有力气去战斗。我又画了一个柔弱小白花的妆容，为了让自己更好出手，我还给自己准备了一瓶眼药水。我非常好心，就让陈早等了1个小时就开了门。我看着他：“陈早，有事吗？”陈早的旁边还立着一个大行李箱，就这么迫不及待要进我的家门吗？他用了和上一世一模一样的说辞，最后来了句经典的我都听腻了的话：“你可以和京生收留我吗？”讲实话，我和陈早根本就没说过3句话。我和张京生结婚的时候，他来参加婚礼，是我第1次看见他。我是真不知道张京生有白月光，要不然我早就跑了。谁想要个有白月光的老公跟自己过一辈子，那不是自己找不痛快吗？张京生在回来的路上就给我打电话了：“言儿，你在家吗？你让小枣进去吧，他自己一个人无家可归的，咱就让他进来呗。”我心里暗斥：软饭男一个。我一把就把陈早拉进来了。“好呀，你进来吧，我非常欢迎你。”我笑意盈盈地对他说：“小枣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还没告诉我老公一件事儿呢，我怀孕了，你先帮我瞒着呀，等我们稳定了，我再告诉他，你正好能帮我做点杂事，我给你发工资，让你住着，行吧？不就是恶心人吗？谁不会？”我又连忙拿出新的浴巾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小枣，我不知道外面是你，我以为是什么坏人呢，你不会怪我吧？”陈早脸上也挂着虚假的笑容：“当然不会了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。”张京生回到了家，看到我和小枣和谐相处，他愣住了，但他肯定是开心的，嘴角都要翘到天上了。看，我的白月光和我老婆坐在一起，多有面啊！他了解了事情的始末，先是表达了气愤，他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但他似乎又反应过来了陈早现在是单身的事实，出现了抑制不住的开心。他转头对我说：“老婆，你答应让小枣在这住着是吗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我就当多一个闺蜜呗，要不然你让她去哪？她连你一个男性朋友的家都来求了，可见现在是真没人收留她。那我好心就收留她，只不过我不让她上2楼，2楼是咱俩的私密空间。”张京生走到客厅里，对他嘘寒问暖，狗屁的嘘寒问暖，明明就是真情流露。“小枣，你吃饭了吗？”“不饿，我给你做饭吧。”“你想吃什么？”他羞涩地说。“
京生哥，你不是都知道吗？我喜欢吃你做的西红柿鸡蛋面。张京生现在就像刚谈恋爱的毛头小子一样，他挠挠头说：“那行，我给你做面吃，你等着呀。”难为他到现在还想着我。老婆，你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我一脸疑惑。老公，你还会做饭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都没吃过你做的饭。我装作生气。你这个月的零花钱扣除一半。我接着说，你看着做吧。除了早早姐吃的西红柿鸡蛋面，我什么都吃。他似乎是怕牵扯出他们的关系，借口说，那不是老婆你心疼我吗？再说了，我俩是夫妻，肯定要照顾好客人啊，是不是？老婆，我没理他，又恶心又油腻。我在心里想，是能照顾到床上的客人。他发现冰箱里没有西红柿了，正好陈早要去买洗漱用品，我顺势说，你俩一块去吧。他们非常惊讶，老婆，你让我和小枣一块去？我们这孤男寡女的，就是让你们孤男寡女才好擦出爱的火花呀。我这个电灯泡在这儿，影响你们的进度。我笑笑，怎么，你们不是朋友吗？难道是不清不楚的吗？还害怕这个？小枣说，当然不会了，妍妍，我们清清白白的，你最好晚上睁着眼睡觉。我本以为今天会这样过去，结果张京生竟然这么沉不住气。他直到晚上10点还一直没有上楼。他们在客厅里东扯西扯，硬是没有一个人说要离开，真讽刺。我独自上在楼上看着这一切，一环接一环的计划已经在我脑子里形成。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孩子，他不能留下，但他又要离开的人尽皆知。第2天，我请假去做产检，自己坐在医院椅子上看着产检单。宝宝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你出生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里，我要对你负责，更要对我自己负责。因为打胎的适宜时间是35天到55天，我的宝宝已经2周了，我准备1个月以后再打胎。就在陪他最后1个月，在他们都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叫工人在家里安装了2个监控，客厅1个，书房1个。以我对他们的了解，他们是不会放过客厅这个公共场所的。至于书房，是为了监视他们的动向，不要发生什么意外，以免对我自己不利。他们嘻嘻哈哈地进来了，我懵懂地问：早早姐，你不是在我家打扫卫生的吗？你怎么没打扫呀？还从外面和我老公一起进来了。陈早倒是不怎么慌乱，反倒和我比起了谁更柔弱。妍妍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刚丧夫吗？京生哥怕我想不开，所以他约我出去散心了。你要生气的话，就对我生气好了。说着说着，他的眼泪就滴了下来。讲真的，我那一瓶还没用的眼药水都没你见效快，不当个演员真是可惜了。奥斯卡影后都没你能演。张京生看到他心爱的白月光哭了，什么都顾不上，呛声就是干。夏言，你够了，你怎么能让小枣当保姆呢？他才刚出世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他吗？我直接变身泼妇。那你不让他在家里干活，你就白白收留他吗？你有那个闲钱吗？他被我说得哑口无言。没错，他现在没钱，他的钱早就在2个月前炒股失败了，全赔了。我余光看见陈早惊讶了一下，呵，知道来抢这个垃圾男人，不知道再调查一下吗？他早就没钱了，现在一直在拼命加班，你还把他当个宝。我假装伤心泄了气，算了，老公，没事，我不说你了，反正我这还有一点钱，应该还够咱们4个人1年的花销。小枣听见我说4个人的花销，急忙插话说，没事，我干，谢谢你们收留我。但是张京生也听到了，他一脸疑惑，老婆，不是3个人吗？怎么成了4个人的花销？
我拿出今天刚产检的单子，老公，我怀孕了，你开不开心？他听到消息像石化的人一样，过了2分钟，他才反应过来，丢下陈早就向我冲过来。真的吗？老婆，你太棒了，我要当爸爸了，我要当爸爸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他抱着我转了3圈，才想到他的白月光还在这里，于是放下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太激动了。来，妍妍，你好好坐着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什么家务都不用做，我请保姆来。”我轻声说：“老公，好啊，你真好，切，跟你做过一样。哪次不是我请家政公司的人来？”我假装刚注意到陈早，羞涩地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早早姐，我刚想起来你。对了，老公，早早姐也知道。”陈早没想到我把他抛了出来，但他紧跟着说：“对呀，京生哥，妍妍早就跟我说了，说他要给你个惊喜。”他又加一句：“现在看着京生哥的表情，看来真是惊喜，还是大惊喜。你们真幸福啊，不像我。”我同情似的说：“早早姐，没事，你早晚有一天也会遇到的。可别，你不用再想别人了，这一辈子你俩给我锁死，你们可千万不要去祸害别人了。”我看着眉头微皱、若有所思的张京生，是想到什么去母刘子的方法了吗？可是有陈早在这儿，你能保证孩子能留下来吗？我突然想到上一世我曾当着陈早的面前呕吐过，他也旁敲侧击地问过我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我的内心生出一股恶寒。陈早应该早就知道了我有身孕的事实，可他却丝毫没有显露出来，反而还是和张京生一起要我的命。我只能说他的心理素质真强大，真恶心啊！我不能再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了，我要加快计划，因为我没有像上一世一样那样坚决的态度。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他们2个的行为还很低级。陈早已经住进来3个星期了，他们现在还只是小打小闹，我只能为他们创造条件了。我提出我要回父母家住几天，原因是我想家了。我告诉张京生在家陪早早姐吧，我家有我爸妈，但这个家里只剩你了。他欣然地同意了。我本来还担心他会不同意，结果他竟然连这么明显的陷阱都看不出来，可见他的心已经完全飞走了。至于陈早，既然不想让我成为他的阻碍，他应该快对我肚里的孩子下手了。所以我这个星期要去打胎。我偶尔的调动监控，看见他们2个马上就要坦诚相待了。结果陈早竟然装矜持，他一把推开张京生，害怕地说：“京生哥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这样我太害怕了。”张京生势必会被他骗得团团转。对不起，小早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原谅我吧，我自己去冷静一下。说完，他径直走向浴室。明眼人都知道你去浴室干什么。这不，陈早已经露出志在必得的笑容了。我就不信张京生还能忍到我回来。正好老天爷都在帮我。当天晚上，我就收到了张京生的消息。他说：“老婆，今晚我和小早要去参加大学同学的聚会，跟你说一下哈。”张京生这个男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，吃着嘴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才会看上他。看到他们拉扯着进了家门，我都害怕邻居看见了会笑话我。他们激烈地亲了一会儿，呵，恶心，又停下来开始谈心。陈早说：“京生哥，我太难了，你现在对我这么好，我现在根本就忘不掉你。可你结婚了，妍妍她还怀孕了，算了，我走吧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”他做事就要离开，但不得不说，这种低端的手段确实能够拿捏张京生。他拉住陈早的手，就是一番蹂躏。“别走，小早。”我心里
其实一直都有你，我还爱你的。陈早表面上不可置信，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还要和妍妍结婚？那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。张京生说，我也知道对不起夏言，我跟他结婚是因为他长得很像你，你知道吗？小枣，我看见你结婚的时候，我简直都要疯了，我想冲上去抢婚。陈早继续煽风点火，京生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那么爱我吗？他又使出计谋，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抢婚？只要你来了，我一定会跟你离开的。张京生已经迷糊到天上了。什么？小枣，你也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陈早的手摸上了张京生的脸，羞涩地说，我是爱你的，京生哥哥。他们已经滚到了一起，衣服一点点脱落，就这么迫不及待吗？真好笑。我抬手关了监控，看到这儿就行了。视频我以后会交给律师的，同时我准备打胎之前暂时拐个弯去掺和一脚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假装忘拿了一件东西，从进门我就开始尖叫，故意提醒他们。我跟随散落的衣服来到了房门前，下一瞬打开了门。很不幸的是，他们真的侮辱到了我的眼睛。大哥大姐，我都给你们时间准备了，难道就不知道用东西围住自己吗？我关上门，扭头就走。这只是撕开和平的遮羞布而已。我已经在医院预约好流程了，手术时间过得非常快。没有了孩子，我也就没有了顾忌。我会一点一点地夺回属于我的东西，除了垃圾。宝宝，再见。我刚回到爸妈家里，就看到了张京生。我爸妈说，妍妍，你怎么跟京生闹别扭了？小夫妻哪有隔夜仇啊？回去吧。看来他是没有说实话，那就只能是我来告诉我爸妈真相了。我刚做完手术，很虚弱，没什么力气，还得应付这个，真烦人。爸妈，你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他只说我们闹别扭了，但没说原因。我继续说，他出轨了，我亲眼看见他和别人滚到一起了，在我们的婚房里。我爸妈听到这儿，拿起扫把就往张京生身上抽。我看着还挺解气，我上一世都一尸两命，尸骨无存了，你受点这皮肉之苦，真是捡了大便宜了。我没有以牙还牙就不错了，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他不会真的以为仅凭这几下不痛不痒的抽打，就能让这两世真实的背叛消失吧？我高估他了。他厚着脸皮说，爸妈，你们打吧，我接受惩罚，给我留一条命就行了，别让孩子生下来没了父亲。我爸妈一听见孩子就惊讶了，注意力瞬间转移到了我身上。你怀孕了吗？妍妍，别生气，咱们自己和孩子。他们继续对张京生说，你别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我们家又不是养不起这个孩子，没爹也照样能活。张京生没想到我爸妈竟然这种性格，还想说些什么。我告诉他，今天我累了，明天再聊吧，你走吧。他再不情愿也只能离开。我爸妈把我扶到沙发上坐下，我妈的心很细。妍妍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是不是那个小王八羔子气到你了，让你爸接着揍他吗？我爸爸也附和道，真没想到那个兔崽子和你刚结婚没几个月就干出这种事，人前看着人模狗样的，背地里竟然是这种人。宝贝，别怕，你想干什么？做父母的都支持你。对，没事儿。你想离婚吗？咱不受这个气，有孩子咋了？我们家又多了一口人，多热闹！我哭了，为我父母两世的支持，为我没出世的孩子，为我的生命。我一直都很坚强，没有麻烦他们。可我也是一个孩子，我刚经历死亡，我很害怕自己会不会躲不过去。我妈妈轻轻地搂住我，没关系的，妍妍，不要害怕，你想做什么
我们都支持你。可我必须告诉他们一个事实，爸妈，我今天刚打掉了孩子，我要和张京生离婚。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了难受，我看出来了，不只为我的孩子，他们的外孙，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孩子。我邮寄给张京生离婚协议书，约他去民政局离婚。我联系了律师，把张京生出轨的证据交了出去。我委托律师尽可能多地维护我的权益。我和张京生的公共财产，我要拿到大部分。我没有再进去一次那个家门，留在那里的东西，我托人帮我搬了出去。我厌恶那里的一切，我不想再和那里有任何的瓜葛。同样的，我也没有理会张京生和陈早的作妖，这一切马上就不会和我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了。张京生或许还惦记着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来找我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妍妍，你肚子里还有咱们2个的孩子，难道你忍心让孩子没有父亲吗？”我微笑着回他：“我肚子里的孩子吗？如果他现在还在世的话，我也会找个人再嫁了，不会让他有你这样丢人的爸爸。”不是，夏言，你什么意思？张京生好像不敢相信我说的话，我只能说得更清楚一点了，意思就是，我看见你和陈早躺在一张床上之后，我就去医院了，孩子已经没了，你和陈早可以好好的在一起了，你不用担心在别的事情来打扰你们了，明白了吗？我看着站在原地发愣的张京生，感觉真没什么意思。我刚要离开，又想到了离婚协议书他还没签，接着提醒他，对了，离婚协议书你快点签，还有找个时间把婚离了，咱俩好聚好散，别耽误到你和陈早的幸福生活了。其实我本来没想这么快让张京生知道孩子没了的，我想让陈早露出真面目来着，我知道他肯定会有动作，可我后来一想，算了吧，我还是让我的孩子干干净净的走吧，毕竟那是我的孩子。不到1个月，我和张京生就离婚了，可能是孩子没了和陈早煽风点火的原因吧。感谢陈早，让我脱离苦海，因为张京生是过错方，所以我和他的财产分配1多半都分给了我。废话，老娘被人绿了，还不能有点物质补偿吗？毕竟钱这东西不要白不要。和张京生离婚了固然是天大的好事，可这只是最基本的，我还没有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，我还没有替上辈子的我讨回公道，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。我本以为以后是我找他们的麻烦事儿，结果他们偏偏要在我离婚之后，我正是最开心的时候来作死。陈早来到我的公司，他在这里闹事，向我的顶头上司谢成宇来举报我。我很疑惑，陈早要干嘛？他要举报我，我有什么可举报的？这是看张京生分的钱没我多，就要断我的财运吗？陈早说，老板，你的员工侵犯了我的个人隐私，我举报他，希望您予以处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谢成宇将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，让我来看这一场闹剧。陈早气势汹汹地说，夏言，你来了正好，你在家里装了监控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和京生哥？你这是侵犯个人隐私，要犯法的。我看见老板皱了眉，以为他是不耐烦听见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。我决定速战速决。什么呀？我在我家按监控还要告诉你吗？你是谁呀？而且我和张京生离婚后，我就把监控撤了，这怎么侵犯你的个人隐私了？你的隐私怎么会出现在我家？我把陈早对得哑口无言，他熄火了。我继续喷，你来我公司找我是想干什么？想把我逼回去和你抢一个男人吗？我不屑于做这种事。我意识到自己说的有些多了，把陈早拉到天台上继续说，你难道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吗？
你一个女人去男性朋友的家里求收留，而且我自认为你和张京生那个狗男人在之前并不熟悉，你却来找他，这中间一定有问题，我根本停不下来。还有，你虽然很惨，但你也是一个上过大学的人，就连张京生都能找到工作，你比他差吗？你找不到吗？你只想到了依附于男人，可你忘了，这个垃圾式的男人，你之前是看不上的。我还想告诉他，最后，不管是忘不了白月光，还是忘不了前任，在我这儿都是一坨狗屎。谢谢你捡走，还吃得挺香。祝你们长长久久的在一起，千万锁死，可不要再出来祸害别人了。说完，我没等陈早反应过来，就逃走了。虽然只是在嘴上气他，但是能把这些全部说出来，我真的太爽了。我回到自己的工位上，我没想到老板的秘书又把我叫了过去。我在路上想，不会是我口不择言气到老板了吧？他不会把我开除吧？但我这个月已经干了25天了，就算辞退我，也等到我全勤奖发下来吧，求求了。也许是上天听到了我的呼唤。进门之后，老板一下把我围住。我在想，什么东西？性骚扰？但我老板不会这么饥不择食吧？我听见老板颤抖着问：夏言，你是离婚了吗？我心里一个大震惊，不会吧，真是喜欢我的？老板红着眼，我受不了了。哎呦，好帅呀！姐就喜欢这一挂，离婚后竟然出现了。那我结婚前一直暗恋吗？傻子一个！我很直接，老板，你不会暗恋我吧？谢成宇说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夏言，我一直都喜欢你。我懵了，这怎么还能说一直呢？我不是刚到这个公司工作1年吗？他像是憋不住了，话一秃噜就说出来了。你看，我安排你的工号是你的生日，得亏我是1月1号生的，我要是12月30生的呢？还有我给你发工资的时间都是5点20。呵，那东西我以为都是统一的，谁知道你搁这儿搞暗恋呢？还有，你忘了你在3年前救过我了吗？马路上拉住我，没让我被车撞到。哦，大哥，我就一顺手的事儿，你记到现在，我早就忘了。而且你这么早就认识我了，你不追，我还死了一次。早点知道你，我也没这么多事儿啊。算了，都是命。我说，我最爱钱了，你给我300万，我现在就结。他说，好，我现在就打给你。那我们2个月后就结婚。我本来都想好孤独一生，独自美丽了，但半路还没到呢，就杀出来了一位又帅又有钱，还暗恋我这么好几年的人。结吧，他对我不好的话就离，又不是没离过，现在都有经验了。而且谢成宇对我超级好，我让他往东，他绝不往西；我让他跪键盘，他麻溜儿的就跪了。行，跟他在一块还挺开心的。我没想到我真跟老板结婚了。在我和谢成宇婚礼那一天，我还邀请了张京生和陈早。我知道张京生由于个人作风问题被公司开除了，我挺开心的，因为这是我举报的，他们爱咋地咋地，但是还是见证一下我的幸福生活吧。张京生现在很潦草，我越看越开心。我还得遵纪守法，看到他们的生活成了一团糟，我当然开心了。只不过谢成宇别的事情都听我的，只有在张京生这一件事上，他非常在意。我哄了好久，他才同意邀请那2个坏蛋。我也知道他是心疼我，但我的仇都报完了，这点小事就没必要在意了。我们结婚后也去度蜜月了，有谢成宇这个大傻子参与我的生活，还挺好的。他给我带来了数不尽的欢乐，我的日子越过越好，真可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
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